好，那麼卓榮泰跟沈伯洋去看指南宮啊，有火燒了啊，那說要協助募集將士啊，力拼完美修復。他的這個凌霄寶殿被火燒了哦，說2樓呢，沈伯洋說神威顯赫，所以保有了蠻大一部分，就都沒有燒掉啊。其實是救火隊員很快就到達的地方，你看啊，他在8月24號。8點48晚上傳出火警，9點07分這麼快，消防的人員就到了，就灌救了。你看才多少時間啊？才19分鐘啊！哇，真的很快啊！哦，19分鐘就到了。然後呢，這個同時呢，覺得哇火很大，增派人車中繼送水，就中間呢這個不斷的提供水。然後到了10點07分。就把火勢呢稍微這個壓制下來，哦，然後呢就處理殘火了，哦，然後到了半夜12點09分，火完全被撲滅了，燃燒了1500平方公尺，沒有人傷亡啊，一坪是3.3了哈，所以大概燒了400多坪。然後呢，這個到了第二天的上午，然後調查人員去研究到底什麼原因起火啊，所以1樓是燒毀的，一定是從1樓燒的，2樓受損啊。那在這個1975年，台北西本院寺啊130年的這個古蹟呢燒火了，然後呢，接着到2006年263年的彰化元清觀燒火了大火，然後10年以後2016年彰化的鹿港鳳山寺啊限定古蹟又燒了，有202年的古蹟。然後再過10年，奇怪都是10年哈，再過10年，2026，你看2006、2016、2026，然後呢，這個指南宮啊，指南宮有136年，不過它並沒有被劃定為古蹟了哈。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因為在私人土地辦活動，所以居民也不爽啊。那另外呢，這個他在深綠選區居然爆了衝突，所以因為呢，這個嗆瞎住戶啊，錄影公審。所以呢，網絡也炸鍋了哈。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要請教柯文哲，所以來看我了哈，說要拜訪不分黨派哦。那另外呢，這個沈伯洋說他希望目標拼民進黨25個議員加上1個原住民，26個通通上。我們看一下。台北市文山區指南宮24號深夜惡火，凌霄寶殿一甲子的歷史在一夜之間全被燒得焦黑。行政院長卓榮泰26號帶着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以及綠營的文山區議員視察復原狀況。我想不只是經費，是技術上的協助。從技術上的協助，那從文化、古蹟以及文資的各項這個需要來協助的部分，中央跟地方要來好好的談。那看廟方這裡有任何實際的需求。卓榮泰指示中央會提供廟方必要協助，也會跟北市討論修復技術與經費。而隨同的沈伯洋則誇讚指南宮神威顯赫，才沒讓2樓着火。也可以說是神威顯赫哦，所以呢，算是2樓是保有了蠻大一部分。其實，在修復的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如何讓這個自然境跟文化境能夠有更深度的結合，我覺得是未來非常重要的方向。只不過這場不公開視察行程，不見任何非民進黨議員或參選人。國民黨議員就喊話，不需要把勘災現場演成政治秀場。郝柏毅提到指南宮，我要先幫指南宮澄清一下，因為一直都有謠傳說情侶只要去指南宮參拜就會分手，因為指南宮拜的就是這個呂洞賓呂祖嘛。跟大家報告一下，這是謠傳。呂洞賓只會斬爛桃花，好桃花是不會斬的，好不好？所以情侶，如果你感情很好，沒有問題的話，還是非常推薦到指南宮來觀光，那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光地方，也是一個信仰中心。再來另外一個，講完這個比較關於之前指南宮的傳聞之後，講到沈伯洋的狀況，我就必須要特別提一下。沈伯洋針對指南宮凌霄寶殿，他說2樓啊有一部分沒有被火燒到，是神威顯赫，就是提到關於可能神的保佑之類的事情。但同時，綠營的側翼怎麼批評這次大火？他說這次指南宮大火是因為蔣萬安執政不力啊，所以造成了大火啊。如果民眾投出正確的人，未來不會再發生大火。這種好像也是跟神機有關的事情，你沈伯洋要不要出來評論一下？因為現在青鳥把你沈伯洋口中的神拿來做政治操作跟政治抹黑啊，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做法。以前青鳥講說台北市的路樹遺址是為了替中共的無人機開路，又說我們的這個捷運站的車廂裡面的椅子跟中央柱子拆掉是為了方便解放軍來鎮壓台灣。
這些都已經當作笑話跟不能夠接受的話語了。現在青鳥甚至還扯到了神佛上面去。我覺得沈伯洋，你真的去管一下這些青鳥的言論，因為這些的說法對你的選情絕對沒有幫助。再來就是，我也必須要提醒一下沈伯洋的團隊，我個人覺得狀況也是非常特殊。這一次他們講到沈伯洋的團隊在這個選區爆發衝突啊，好像是晚上他們要去掃市場，所以他團隊先到了現場來幫沈伯洋做現場的場地的規劃跟場勘。結果呢，直接就跟住戶爆發衝突啊！原因是為什麼？因為他占到那塊地是那個住戶大樓的私有土地，但是那些就是他的团隊們不知道，反正就在那邊想要安排，可能接下來可能要受訪啊什麼等等的。重點是在於當地的住戶也跟他講，主委跟他講說，這是私人的場地，你們沒有租借，請離開。完之後，青鳥第一時間反應是：你誰啊？你主委哦，公共場所為什麼不能使用？跟選民對嗆這很少見吶！而且不要忘記，這個情形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沈伯洋掃市場的時候，是不是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就是有買菜的婦女想要經過那個中間的走道，就被沈伯洋的團隊擋住，叫他繞別一個地方去，非常的不友善啊！這種對於整個選舉人是大忌啊！我們到某個地方去，原則上不管如何，我們都一定是很客氣跟周圍的民眾打招呼。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馬上離開，絕對不會做反向的動作。但是沈伯洋團隊很明顯的感覺起來很高傲啊，跟之前大罷免一樣啊。動不動就挑釁路人，動不動就是批評路人，動不動就檢討民眾，這種做法很明顯的證明了沈伯洋還沒有從大罷免失敗學到教訓，到現在依然用這種方式來對待選民，尤其是這一次還是在比較偏綠的選區發生這種事情啊，所以我只能說，沈伯洋從參選到現在，感覺起來除了他自己玩得很高興之外，你說其他綠營縣市，你說議員的選舉有真的受到沈伯洋的提升或幫忙嗎？我個人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啊。跑了市場跑了很多，跑了夜市也跑了很多，然後呢，每天很多綠營包括沈伯洋團隊都說沈伯洋的選舉要順起來，台北市要順起來。我個人覺得沈伯洋在這個普渡月的時候，先去拜一下好了，因為我覺得你的選舉非常不順。怎麼樣？隨便舉個例，第一個，縣市首長在參加所有活動，簽名是最常見的，有很多民眾來簽名嘛。對，光簽名事件，沈伯洋有好多是意外啊，有拿那個畢業證書把高虹安名字劃掉，然後叫沈伯洋簽名啊，被很多民眾罵，覺得不尊重高虹安。之前沈伯洋去吃個夜市一個餐廳啊，還碰到老闆把蔣萬安的名牌翻起來，要幫沈伯洋打氣啊。這些行為我老實講，不曉得青鳥他們是否真的很高興，但一般的民眾、中間選民看的是非常不舒服啊，因為選舉選到連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這是不能夠被接受的。但問題是，發生過這麼多事情之後，不管青鳥或包括綠營的側翼有再誇張的言論，沈伯洋團隊，包括沈伯洋本人都沒有出來譴責過一句話，一個字都沒有。小龍，青鳥跟黑熊一般認為，本來就是沈伯洋的，不只是側翼，而是他的義勇軍，基本上是他的禁衛軍。不過其實因為廟宇本來就很容易帶火，你不管是燒紙錢啊、燒香啊等等，廟宇本身本來就很容易帶火。第二個，廟宇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裡面全都是易燃物，都基本上都是木造的結構，包括神像在內，所以廟宇的防火的要求必須要設定的特別高。台灣的廟宇，如果以火災的事件來看，台灣的廟宇的就是說呢，這火災事故的比例不能算高，那是因為大部分的廟宇裡面呢都有人管，都有大的廟都有人管。因此，指南宮呢，这是很奇怪，就這麼大的廟，它本身呢，其實裡面是有廟祝啊等等。廟宇的特性就是說，一旦火成災了之後呢，那個全損率超高，因為它都是易燃物。所以呢，面對廟宇，當然指南宮因為地方呢還它是獨立的單位，所以呢還不會有擴散。如果是發生在市區裡面，市區裡面的廟宇呢非常非常多，它基本上面都是每一個區域的安全的重心。但是今天我覺得唯一畫面上面值得注意的就是說，你就說我不知道，如果說在一個非選舉的情況下面，一個沒有人傷亡的指南宮，如果發生火災的時候，行政院長會不會這麼急着去？
去的時候呢，結果你會發現呢，所有的這個訴求的重點呢，似乎是在後面的市議員的候選人呢，跟沈伯洋。我覺得你基本上就只是借着指南宮的這樣子一個火災的災難的現場，在搞你的政治帶貨而已。你就是帶貨，帶的那個貨呢，就是沈伯洋。我覺得我的政治啦，當然你說要去助選之前呢，請你去勘災呢，你說因為你的預算呢被凍結了，所以不能勘災。現在呢，你到呢基本上面你觸手可及的指南宮，但是你看起來重點呢帶着是呢沈伯洋。我就覺得那個是氣氛上面的問題。你去不去對指南宮後續指南宮我。基本上他很有錢了，我相信他們很快的會然後呢恢復舊觀。我只說為什麼要在一個災難的現場呢進行了輔選的工作？政治帶貨有這麼重要嗎？休息一下再回來。以前朱立倫黨主席有一個萊爾校長團隊啊，說他們有一個最新的嘲諷動畫，哦，他嘲諷蘇巧慧了，說農曆7月鬼故事出來了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說啊，這個當蘇巧慧做了那麼久的立委了，有沒有替新北市爭取到什麼地方補助啊等等等等。那另外呢，這個蘇巧慧對於普發1萬元的態度轉變，說2025年他反對，去年是反對的，哦，說為什麼要普發1萬元，哦。主要民進黨的當時黨團的策略是這樣的啊，立場就是，而且認為是在窮台，要把台灣搞垮，都花錢了，要發2000多萬2000多萬人，每個人發1萬的2300多億啊。到了2026年又支持了，因為選舉了，哦，說因為賴清德要發，我就支持了，大力支持普發。說為什麼去年不行，今年就可以？哦，就被質疑了啊，為什麼這樣子啊？那另外呢，蘇巧慧喊說統籌分配款制度是不公的，為什麼給地方錢不夠？李四川辦公室主任江宜珍發言人就說，也是新北議員，他說：“那你做了10年立委，你到底做什麼？對，那你當時新北爭取啊，你當時有爭取嗎？啊、哦？那另外呢，這個李四川競選辦公室有提到921災民當時重建的這個經過啊、哦，結果呢，蘇巧慧陣營就說你是搶着收割政績。”李四川競選辦公室說，選舉不應該這麼冷血嘛，對不對哈？這個幹嘛一定要這樣去講人家曾經受過災難的災民哈？那另外呢，被影射萊爾芯片剖鬼婦女，蘇巧慧也說啊，選舉要選到這樣子嗎？為什麼要這樣呢？哈，我妹妹們沒有做過什麼新創公司董事長啊什麼？好，新北市看就選情加熱了，我們看一下，1萬塊該不該發？不該過的，通通浮上台面。這是萊爾校長給全民的過年大紅包。你是在凹我的態度始終一致。中元節拋出最新鬼故事影片，萊爾校長團隊發文解下，更驚悚的是看起來人模人樣，卻鬼話連篇。不過影片這對父女似乎就是暗指蘇巧慧跟她的父親蘇貞昌。光頭一邊拍他肚子，一邊說：“你知道今天幹什麼？”但我看到的是一個女的在跟一個老伯說：“豬八戒。”我是惠瑤媽媽。拿過往飾演爭議暗酸影片苗頭對準蘇家，連妹妹蘇巧純也被放大檢視。我想真的如我們樹林里長說的，選舉不用選成這樣，而且影片中還有錯誤的資訊，因為我妹妹從來沒有擔任過什麼新創公司的董事長。我想，既然是要新時代選出一個新的市長，我會繼續用正面、樂觀、陽光的態度來完成這場選戰。強調選舉不用選成這樣，但另一邊李四川這個影片也被綠營攻擊。因為我在台北縣的時候，他住在這個泰山，因為我協助他能夠在921把家能夠再蓋回來。民進黨議員翁正中批評921大地震發生時，當時台北縣長是蘇貞昌，李四川應該是地震發生7年多後才調任到台北縣，質疑貼文一開始造假年份，更被他發現事後偷偷修改。對此，傳版秀出2022年參加泰山受災戶重建典禮的照片，要蘇陣營少政治攻擊，用證據打臉蘇巧慧陣營，蘇巧慧陣營卻刻意扭曲事實，攻擊現身說法的災民。蘇巧慧放任自家議員做如此惡劣的政治攻擊，請蘇巧慧立刻停止攻擊災民，並為不實言論道歉。儘管陽光選舉不政治攻擊，看來是雙方共識，但眼前話題似乎不盡如此。文山好，就是說之前沈伯洋沒有出來的時候，戴維那個
我們看蘇巧慧的聲量還蠻高的。看這個沈伯洋出來以後，好像現在看每天都是沈伯洋的新聞，蘇巧慧好像聲音低了。到今天才看到兩邊又在攻防了，你怎麼看新北市到底現在怎樣？應該是這樣說啊，就是選舉是這樣子。當然，在整個台灣的新聞分布裡面，當然首都是重中之重，所以首都的新聞量絕對是很高的。那所以以現在的狀況來說，跟過去其實就沒有什麼差別，就是台北声量最大，那旁邊可能新北啊，其他的這個區域可能比較少，那甚至到中南部是幾乎沒有的狀況。所以每個縣市在選舉的過程當中，它要做的空戰跟陸戰的比例可能會有一個差距。那新北的狀況是這樣子，確實過去在沈伯洋還沒被提名的時候，新北的這個母雞就肩負着這個北基桃的算領頭羊吧，因為它需要有把這個聲量衝起來，也順便帶動台北的這個選舉的選情。那當然，因為母雞有了嘛，沈伯洋已經出現了，那當然就是由他來帶領。那所以他的聲量比較高，當然也很正常，因為蔣萬安他也是一個新聞的焦點嘛，所以我們都說強在一起互碰的話，新聞的量就會比較高。那反觀在新北這邊，當然李四川本身他在於可能他本身在表述上面，他可能就是比較不是這麼的活潑，或者說他對於市政上的理解的程度可能沒有那麼高，那所以在講話的時候，確實之前都有些出錯的狀況，比如像三里線的公車啊等等。但我覺得多少都還是會有這個狀況啊，因為畢竟就是公車線這麼多，你要完全記起來也不可能。可是確實就是說，如果每次都有這麼多的口誤，那當然很容易會被民眾理解為他對市政的不理解。那當然，在整個在空戰的這個攻防之上哦，如果有一方其實一直都不太願意去表述，那當然你說要打起來就會比較困難。那現在新北的選情是這樣，就是蘇巧慧委員他過去因為700天前他就已經開始在運作了，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可能還有初選的制度，那後來當然他是單一出現，那沒有進行初選，但因為他也 run 了這麼多天，大概700多天，所以他在基層上面大家對他的熟悉度其實是非常高的。那所以這個就我自己覺得累積的能量是有了。那只是說，現在當然整個新北市的板塊，當然還是藍大於綠的狀況。當然綠營這邊也不能夠太過鬆懈。那所以這個選舉，就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是一個五五波的狀況。不易，蘇巧慧擔任立法委員到10年了吧？他有沒有提過他自己的財劃法的修正版本？應該是沒有。然後立法院好像他也沒有對於中央刪減新北地方補助款有任何的意見，好像也沒聽到過。但現在當他要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他出來喊什麼？喊說統籌制度不公平啊！那我就問他之前10年在幹什麼？選舉的時候才知道統籌分配不公平，那之前只會護航民進黨，什麼都不敢說。所以我覺得現在蘇巧慧最大的問題就是監督民進黨的力道趨近於零，但是攻擊在黨的力道是火力全開。大罷免那個時候誰最有感？葉元之最有感。每次元之上節目的時候都講，哇，大罷免我的時候，蘇巧慧都跑到我的選區來罷免我啊，他自己什麼事又不做啊？蘇巧慧現在的狀況就是如此。雖然綠營一直包裝蘇巧慧是個很陽光、很溫暖、很會做事的人設，但問題是，實際上蘇巧慧還是那一套啊，就是講得很厲害，說得很好聽，但實際不是那麼一回事。隨便講嘛，蘇巧慧之前也很愛收割政績啊，3鶯線通車的政績，蘇巧慧那時候跑出來蹭啊，說啊，他有一起努力啊，一起推動推廣啊。後來被發現什麼事情？3鶯線預算核定的時候，蘇巧慧根本沒有當立委啊，跟他無關啊，但是講得很好聽啊。蘇巧慧到每個地方，他的邏輯跟他的政治語言就是我和誰一起爭取這個政績，然後我跟中央地方一起努力爭取這個東西，然後講的好像他每件事情都參與了非常多，很為選民着想。但到最後如果被打臉或者揭開根本跟他無關的時候，他態度是什麼？哎呀，就不要講這麼多啦，當作沒有事情，輕輕帶過。所以我只能說，新北市選舉沒有錯，真的是屬於五五波。但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李四川，跟很會選舉的蘇巧慧，我們到最後票該投給誰？我相信新北市民心中自己有一把尺。其實政治人物啊，就是套用綜藝節目那句話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你過去做過的事、講過的話，人家現在翻出來，你無從否認。你過去不支持發1萬是窮台，是把搞垮台灣經濟，現在你贊成。你10年立委財劃法，你沒有幫新北市說過什麼話？沒有。那很多證據都是雙標，你做過的事、說過的話，人家只是把它整理好潑出來。那我們看李四川，我光講他一個經歷，他當過高雄、台北、新北的副市長。他是一個非常成熟歷練的一個高階事務官，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做，
他今天來選個新北市長，就經歷了不談政黨，他真的是一個很扎實，他也不太會搞這些我們現在選舉語言上這些笑話性的這種文宣。就像我覺得青鳥講的笑話，我真的要講一講。最近有一個女生說北京沒有冰箱，以前有一個叫什麼王義川的說高鐵沒椅背。捷運拆了這個是增加乘客量，哇，為老共城鎮戰做準備。講萬安砍個樹也是，就已經無厘頭到不是笑話了。如果選舉選成這樣子，而這些政治人物你是主帥啊，你起碼要出來說幾句話，哎，不要這樣亂講話，那不是這樣子的。你說都不說，你是默許還是鼓勵？所以蘇巧慧這個影片這些事情，只要是你曾經做過的事、說過的話，你無從否認。那你要不要出來解釋一下？還是說，哎，就帶過了，不要選成這樣子啦？不要那麼血腥。不是你說過的話，你現在要不要解釋嘛？美娟。我覺得2個角度看這個事情啊，一個是蘇巧慧本身，蘇巧慧在過去的因為她很早就宣布要參選了，所以她足足的已經大概跑了半年的時間了啊，所以呢，在這個之前，我覺得她的人設做得非常的好，就非常的陽光，非常的親和，然後非常勤快，然後的話呢，又不分這個黨派的感覺，那所以呢，其實她的聲量就一直往上衝。那現在顯然的選舉其實也剩下最後100天左右了啊，那過去川普可能用他那種比較是腳踏實地的這種工程男的。這個性格去跑過去這段時間的選戰，現在有點反攻的味道了哦，所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從這個新北市的選情來看，我覺得現在已經出現一個川博的逆襲哦，就是等於是李四端的團隊出現了一個反攻。那你說對蘇巧慧來說，他過去這個部分不斷的自我包裝之後，需不需要被檢驗？我覺得當然也需要。那對於李四端來說，他要檢驗的是他很多的副市長的任內做的一些事情。那對於蘇巧慧來說，就要檢驗他過去立委任內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說。那如果真的不是的話，我覺得很簡單嘛，蘇巧慧去告嘛。因為我覺得選舉就是這個樣子啊，每一個人都需要經過檢驗，尤其是你是一個政治人物，你曾經有過一些政治資歷的話，你不是一個白紙一張，所以你必須要對你自己曾經做過的事、你說過的話負責。你說的話是不是如同你做的事情一樣？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沒什麼好說的，就是大家本來就應該要檢驗。那檢驗你蘇巧慧，如果真的說錯了，是造假、是捏造的，那你就歡迎去告。第二個角度，我就要看這個影片本身了啊，我覺得。這個影片本身的話呢，看得出來，我覺得整個的目前藍綠的團隊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也算是國民黨的逆襲。就過去國民黨的空戰都打得很爛，然後呢，民進黨向來很會做文宣、做包裝。不管我們剛剛在講到沈波一樣，什麼側翼啦，什麼青鳥啦，從反罷免這個罷免這個浪潮，包括過去每次選舉，其實不管說你這個中間是不是說的是對的，但他們的文宣手法，我覺得基本上都很有創意呢，都很容易呢帶動尤其是年輕人的喜歡。但是呢這段時間你會發現，這個萊爾校長團隊，我覺得是對於國民黨來說是一個很明顯的異軍突起，它相當程度的召喚出了很多的年輕人，也帶動了他們的話題，然後也呈現了非常多的創意。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記，除了萊爾校長這個部分之外，後來的由不得你。我是本田皮，就是這個團隊做的。所以我是本田皮的話呢，甚至呢做到說呢，大家很有共鳴，馬上的這個檢調單位就直接去找了這位阿佑哦，那也引起了大家一陣的這個批評吧，就說你這個查致癌油效率都沒那麼高，你去約談一個做影片的這個年輕人，哇，這個效率這麼的高。那所以這個事情你會看得到一連串的，從萊爾校長到由不得你的本田皮，到這一次的這個蘇巧慧的這個叫做惠凹一家人，這有點像是那個花媽的嘛，就年輕人很愛看那個花媽的那個戲，就是花媽這一家，或者你喜歡看那個辛普森家庭的那個部分，就有點是一個。所以我覺得這個影片預告的是，他可能不只做蘇巧慧啦，接下來可能蘇貞昌啦，就蘇家人，就到底呢蘇巧慧這個看起來是一人在選，全家出力啊。那所以呢，包括了他這樣的一個正二代的光環，是不是呢經得起考驗等等。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變成是一個蘇巧慧個人的部分，以及有個文宣在今年的選舉當中看起來加上 AI 的助攻。
我覺得應該會很精彩吧。應該說選舉攻防在所難免啊，大家這樣互相炮來炮去也是正常。不過最重要還是不能犯法，使用一個人的個人的声紋是違法的。那這個在法院上其實都有所檢視，也都有所謂的判例。那我還是呼籲李四川的團隊這個一定要遵守這個法律的界限，那不應該亂使用別人的声紋，還是必須要使用，不然這樣李四川使用的其實就是一個犯罪者。接下來回來。陈信宇說他的兒子不想站隊了，怕講太多被誤會，他也沒有看他爸爸新聞，覺得看了覺得煩，因為呢不想管你們大人的事情了。那另外，陳信宇對趙建銘喊話，2300萬的教育基金，他給還回來，他給趕快還回來，因為陳信宇說，要不然媒體每天會來問啊，還了沒有啊，還了沒有啊，賺了多少錢啊，還成承保到底還多少啊，所以趕快還啊。那另外呢，這個陳佩琪很生氣，就柯文哲老婆，她說我給小孩619萬，我就變貪污犯，還被這個檢察官調去然後呢，這個我也把它叫做教育基金吧，我每年就是5年來每年贈與100萬，所以呢一共619萬，結果呢被江長志抓去北檢問了3次，人家給2300萬，比我多3倍，那叫做教育基金，我就變成貪污犯所以呢這個他覺得很不公平那媒體也觀察說陳信宇變了，以前呢陳信宇跟這個記者說為什麼要這樣對我當時還咆哮那現在呢說這個跟記者還建立一個信宇自有會的賴群組，以前怎麼會建立什麼賴群組？不會，以前都是彼此在針鋒相對劍拔弩張，所以呢他的確是變了，現在也不像以前年紀也慢慢大一點了嘛那另外謝龍介講的這重要，他說陳信宇會選舉會參選他說這是陳水扁的算盤，可能不像你們看熱鬧這麼單純而且呢看起來陳水扁在部署陳信宇接下來要接王定宇那個選區他說阿扁操弄議題非常厲害，當年他的造勢也是一步一步來，環環相扣，所以這次呢就連趙建銘也提到這個背後的原因不簡單，因為趙建銘有說奇怪，為什麼陳信宇這個時候跳出來罵我呢那而且呢網絡名嘴說陳信宇如果選立委100%當選，陳信宇說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而且呢2026年台南市長選舉我要投陳亭妃，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啊，你當然可以投陳亭妃啊，但是呢如果你要2028年選立委跟陳亭妃無關嘛，所以呢人家是問你說你会不會選立委啊，而且100%當選了，他說我是想投陳亭妃啊，好像問的有一點這個問東答西，我們看一下。兒子覺得他們現在不想要站隊，他不希望我講一些，好像感覺好像兒子是挺我的，然後他覺得怕這樣爸爸誤解。不過陳信宇跟趙建銘的感情糾紛，如今已經延燒到金錢糾紛，甚至除了原本的財產分配，還牽扯到3位孩子2300萬的教育基金。那是他跟老大講的日期，老二部分是715嘛，他說那他要轉800。我小兒子他什麼都不敢講，就反正爸爸有給他錢就給，不給他也都不敢跟爸爸說。老大說要多20萬給他呢，我昨天是有點忘了，880還890，他要多20，這樣好像不太對呢，這樣老二老三拿比較多嘞。10幾年下來，總金額似乎跟本金差沒多少，但為了不想再有糾葛，陳信宇只希望能有盡快了斷。以我跟他認識這麼久，我覺得沒到錢進到戶頭前，我們都要打一個問號。那人隨心所欲，他是對數字很沒有什麼精確到小數點下第2位。經合法贈與給小朋友的錢，我覺得就是該給小朋友用。我覺得那已經跟我跟招娣之間的金錢糾紛都沒有關係。還好，嚴肅的議題中，仍被網友發現親人間的可愛互動。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很潮，那是因為我每次我只要轉手機，或者有時候時間過久了，前面照片會不見。
原來日前曝光陳信妤跟兒子的互動對話，被發現是年輕人常用的通訊軟體 Discord。雖然他強調只是由孩子幫忙設定，但也讓人看到少了離婚話題，笑容也立刻跟着回來。韓軒，那時候你們媒體界跟陳信妤關係蠻緊張，現在變成這樣子，他真的是变很多。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其實前幾天我的還在線上的，還在第一線的這些已經當長官啊，通常都當副總編輯啊、總編輯，他們就跟我說，我們就在一個群組裡面講說，哇，這個陳信妤真的變了。然後我們就說怎麼變了？他就說呢，以前呢，我們都派記者去訪問陳信妤嘛，那坦白說啦，我也必須這樣講，就當初去訪問陳信妤的時候呢，當然陳信妤未必是新聞本身的焦點，因為那個時候是海角七億的時候，陳水扁是焦點，或者後來的這個陳致中是焦點，但大家都要去問陳信妤，只因為陳信妤那個時候他就是有脾氣嘛，而且他就比較直，那所以的話呢，他就算說跟不說都是新聞。那所以那個時候我是覺得陳信妤有點被是像是媒體有點像消費的對象。那他雖然那個時候也經常很生氣啊，每次都會罵我們記者回來都會抱怨，他就常會罵記者說：“你沒事嗎？你閒着沒事一定要跟着我嗎？你不能跑別的新聞嗎？國家大事那麼多哦，反正就是。”就會有點像這樣子，但是這樣子也成為新聞嘛啊，所以那個時候的陳信妤就是很尖銳，然後用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未必那麼成熟圓融的方式去展現他的真性情，但是還沒講，我覺得他自己也是傷痕累累。但現在不一樣了，就是前幾天我們就是講到說陳信妤呢，既然主動的跟記者說，我們來加個 LINE 好不好？哇，這個所有的記者回來跟那個長官回報的時候，他說哇，這是陳信妤嗎？但是反過來說啊，第一個。他這個人變得更柔和了，然後呢更有親和力了。但從媒體或者從新聞的角度說，我也必須講，他更懂得運用媒體了。過去其實有點像是媒體在利用他。我說如果說的白一點，說的尖銳一點啊，事實上其實媒體，我覺得這部分是媒體對他，也不能說對不起啦，那就是說事實上這是一個新聞上的需求啊，只是說他真的不是一個新聞焦點人物，只因為他會產生新聞，產生話題。那反過來說，這段時間其實媒體也被他用夠夠啊。就他講的話，基本上來說，媒體，你看過去這段時間，哪一個重要的從國家層次到這個選舉層次到立法院裡面的這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哪一個的新聞的話題量超過陳信妤？就沒有嘛。那你知道說這是台灣就是新聞媒體本身這個追八卦也好，這個搶話題也好的一個現象，所以陳信妤充分的運用到這個，所以他就跟你加 LINE，然後他覺得說我不用一個一個跟你說，我們又有個群組，對不對？我一說他就會全部就登了。那基本上來說，媒體基本也都幾乎是照單全漏了啦，哦，就是說照單全收了。那而且他說，哎，你們怎麼不去問什麼東西？哎，媒體就去問了。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就開玩笑說，這個陳信妤有點像我們的採訪主任了哈，就直接告訴你說，從這個角度切，從那個角度切，你應該去問趙建銘這件事情，你應該去問許金天那件事情。所以對，我覺得陳信妤是變了。所以陳佩琪就很生氣啊，但新聞沒有變。我覺得陳佩琪跟了陳信妤兩個人有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在要去救自己的家人，兩個人都一樣，所以。不管這兩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拿來當類比，他在講他給兒子多少錢，然後就被如何，跟了陳信妤今天呢去幫兒子要2300萬，為什麼就不如？那個不能類比，但他們都是以一個媽媽，以一個家庭主婦的這個身份，以媽媽的身份呢，在捍衛自己的家人，要救自己的家人。當然，在這幾天呢，我就大部分看到陳信妤新聞都會，他跟以前不一樣了。他現在面對媒體的時候，親和力呢高很多，主動的接近媒體呢，會加 LINE。每天堵他的時候呢，反而呢都笑臉迎人。我是覺得，其實你如果在新聞現場第一線工作，你做的時間夠久，你有機會呢，在不同的新聞話題當中呢，面對同一個的新聞人物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跟同一個新聞人物呢，在不同的新聞事件當中，你到底在這事件當中呢，這是你的主場還是你的客場？你扮演的是攻擊的一方還是防禦的一方？在扁家弊案的時候呢，陳信妤其實他不是當事人。他是扁家唯一能夠堵得到的人，每天呢去堵你，所以他會覺得這件事情呢，你們來找我幹嘛呢？所以呢，他基本上呢是一個客場，同時呢是一個防禦的一方，所以呢他會憤怒，他會覺得他被騷擾。今天的陳信妤其實同一個陳信妤，只是今天他扮演了攻勢的一方，他是主動的一方，所以他必須他出來本來就是要透過媒體去給趙建銘壓力的。
他本來就是要這樣做，所以他會去親近媒體呢，跟媒體有比較好的互動，正常。如果有一天呢，又有什麼事情呢，他又主客意味，你仍然会看到过去你熟悉的程序员，我認為是同一個人了。大家不要對同一個人，你會覺得好像這30年裡面呢，這個事件呢都沒有變，只有陳信妤變了，那個是你的錯覺而已。主客意味了，對，叫主客攻守會影響到一個人在的不同的新聞事件裡面，同一個人會有完全不同的表達。那給我一點時間，就我們剛剛談到蘇巧慧的部分，當然不是只有說蘇巧慧，民進黨的許多的政治人物，現在對於呢普發1萬元呢，普遍的支持較好，覺得呢這個是德政。我們拿他們去年講的什麼，今天來質疑他呢，其實那個意義不大，只是台灣政治一直沒有辦法進步的根本的原因，此一時彼一時，屁股呢會決定腦袋。但是去年呢，在野黨主張呢要普發1萬元的時候，我支持。但是今年民進黨呢要再發1萬元的時候呢，我就反對。去年支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從去年就一直講，台灣的現在的所得跟財富的分配已經扭曲得很嚴重了。你不要把它當作是呢發給你1萬塊錢什麼，那就是呢一個普遍退稅的概念而已。去年的經濟成長率是8.4%，發1萬。今年預估的經濟成長率是11%，你只發1萬嗎？我覺得今年發1萬真的是不夠的。就是民進黨如果氣魄好一點，你真的應該發2萬。他不是去買票這麼簡單，而是用退稅的概念，讓許多完全沒有感覺到今年經濟成長的11%。11%是什麼概念？就是如果你的薪水沒有成長1成，你這一年你對這個世界一點感覺都沒有，因為怎麼可能會呢？經濟成長率增加11%，可是我的薪水都沒有漲，或者你說軍公教調薪4%，那有啥用？經濟成長率是11%啊，所以我覺得你今年發1萬是不夠的，這是你蘇巧慧、你們民進黨在談政的時候真正該談的。甚至於我覺得，如果呢你把你的所謂國防預算的這些呢開支，如果你不拉到4%，如果呢你拉低一點3%好了，哇，你可以發5萬。我覺得這個是呢可以好好討論的問題，因為台灣當下最嚴重的，我認為最嚴重的是底層的那50%，完全感覺不到這2年呢台灣的財富的大幅增加，那錢到哪裡去了？有錢人的口袋裡面有，還有在我們的政府口袋裡面，拿出來多發一點，我支持。但是如果今年也只發1萬，我反對。休息一下再回來。好，现在看病也很辛苦了哈。那前2天傳出台大醫院呢有病人等了12天，結果死了啊，因為等不到病房，85歲的一個婦人。結果呢，今天傳出來呢說還有人等35天的哦，12天算什麼？還有等35天的啊。那衛福部長說難以理解了，他幹嘛寧願等35天不轉院呢？所以呢，網絡就說你不思考醫療擁塞的問題。要檢討等床的病人嗎？對不對？他如果可以，他幹嘛那邊等35天呢？那工會啊，台大這個工會呢有說台大有挑菜文化哦。那衛福部長說不敢說沒有，什麼意思呢？那台大是講說，當然大家都掛急診，我總要挑真正需要住院的病人來住院啊。哦，不表示急診都需要住院啊。哦，那所以呢，要給需求最大的病人來住院。而不是你在掛急診，我就按照時間來排啊。那所以呢，這個醫院當然會挑菜，就是他會看病人的這個需要性啊，病的嚴重性。工會說有這個等說12天已經算少的了，哦，35天也有啊，而且還沒有病房啊，哦，所以呢停1個月，曾經有護理人員發生過，還去通報哦，所以才解決啊。所以呢，衛福部長說應該用制度化來改善啊。那另外呢，台大的原罪，台大的這個人講的，就是因為太有名了，大家都要來嘛，說病人真的太多了，哦，所以衛福部長說9家醫學中心只有台大這麼擠哦。那各醫界說每個醫院的挑菜制度是不同的，所以就是你怎麼樣決定病人能不能住院，決定病人要怎麼治療啊。那醫生是說，台大附近很多醫院啊，怎麼會沒有能力救病人呢？哦，
說台大的急診有25%的病患都要等2天啊，所以應該有效的分流了啊，就應該分散了。但是很多病人他就是非要台大不可啊。那另外呢，病患怕他如果現在從台大醫院轉院了，也被成踢皮球了，醫院之間踢來踢去，所以醫改會執行長叫林雅慧說，應該全盤檢討哦，應該積極溝通，要講清楚病情。也講清楚為什麼你要轉院，在這邊的話呢，搞不好照顧還沒有其他醫院好，要講清楚。我們看一下。日前台大醫院爆出有急診室病患等候病床12天後不幸離世，如今有台大院內人士加碼透露，上周有病患在急診候床長達35天沒有被病床收治。對此石崇良也直呼真的難以理解，為什麼病人寧可在台大等卻不願意轉院。我們台北地區一共有9家的醫學中心，所以除了台大之外，其他的醫學中心的待床情形都很正常，所以這個應該是單一醫院的問題。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的9大醫學中心只有台大醫院急診擁塞，一天急診病人量超過300人。石崇良表示，過去在台大急診服務一天大約200到250人，如今卻越來越多。台大醫院企業工會也曾點出台大急診人太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病房會挑菜，選擇複雜程度較輕微的病人收治。這個其實是因為它的歷史發展比較悠久，所以說有建立出專科病房呢，它有教學的制度，希望能夠盡量收治一些比較符合專科標準的病人。雖然目前針對病情比較複雜或是有多重慢性疾病反覆發作的病患，台大也有整合醫學科病房收治，只不過它還是說量能不足。這個其實真正追根究底呢，是病人太多。對於病患在急診等35天，台大發言人陳彥元指出，通常不太可能，目前還需要調查釐清。至於工會提出台大會選擇較輕微的病人收治，像是挑菜的做法，陳彥元回應，應該不是只有台大會挑菜，其他醫院也會，醫生隨時都在評估選擇。各科的醫師那麼下來做急診病人後床的評估之後，那麼收治住院，那麼當然就會有醫師可能有一些個人的考量。石崇良也強調，衛生局會持續跟台大研商改善收治流程。來憲。我覺得這個事情它背後有幾個原因，每一個原因都很重要。第一個很可能是缺護理師。缺護理師的問題在過去這1-2年間非常的明顯，而且各個醫院都有，榮總、長庚、台大都有。然後的話呢，所以呢這個缺工問題，所以那時候討論過很多的血汗護理師嘛，所以也給他加薪，然後也試着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問題似乎呢也還是出現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就人不夠的問題。好，所以是不是因為沒有護理師，所以沒有夠的病床、病房沒有開，因此導致？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問題。如果是的話，也很嚴重。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是不是他們非要台大不可？那這個是屬於比較是病人方的問題，那我覺得問題也很大，就確實大家都會有這種名醫的迷思，然後也有那種大醫院的迷思，覺得說既然這個差不多一樣的掛號費，那我為什麼不去找名醫呢？為什麼不去找這個大醫院呢？那所以這個問題其實也討論非常多啦，就是所謂的分級醫療制度嘛。那其實分級醫療制度也講很久了，但顯然這個制度沒有被落實。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回到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但也有病人可能本身自己必須去想這個問題。你與其在那邊等了12天，等了35天，尤其12天那個，他事實上是等到最後，他是後來過世了。35天那個等很久，但他終究等到了，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太一樣。就是說，如果說你等半天，到最後你是就拿你的性命去換的話，那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鄰近的醫院事實上也可以呢？那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是要雙方共同努力的，就是我們的制度要努力，我們的病人就是對於這樣的一個分級小病去小醫院，中病去中醫院，大病去大醫院，這個概念可能也要有。那最後一個就是說所謂的挑菜是這2天冒出來的，這部分事實上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但是呢，石崇良待過台大的急診部，所以他顯然知道，所以他說不是沒有這種狀況，就代表說真的有在挑菜。那挑菜意思是什麼？是醫院挑病人。那重點是怎麼挑呢？如果說你說台大是一個醫學中心，所以我挑特別難治的這個病人，挑別的醫院忙不來的、做不來的病人，那這個很厲害，應該要挑菜，就不是啊。現在的說法是說他可能挑簡單的，挑什麼容易處理的，甚至挑這個健保點數多的。
那這樣子就不太好，不太对了吧？就是你好歹也是個堂堂的这個台大的醫院，所以呢，這個部分事實上呢，所以池聰亮才說這個部分應該制度化去處理。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它涵蓋了非常多的層面了，有這個病人本身的迷思的問題，有制度的問題，有醫院院方為了經營績效的問題，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問題。但整個來說，我必須說，池聰亮是從台大集結出來的，而且呢，這個問題發生在台大就是大家會很難想象台大那麼個一個聲譽卓著的這個醫院，而且是一個那麼高等級的醫院，也會發生這種事情。所以我認為在過去這段時間，使用油的問題，坦白講，我覺得池聰亮處理的不夠好，他唯一處理的不及格。但如果這件事情是事關台大，事關整個醫事制度，他也擔任過衛福部的醫事處的處長，所以我認為池聰亮對這個事情來說，他最是一個很適合的人，把事情給制度化，不管哪一個層面，如果他可以做得到的話，我認為他擔任這個衛福部長的這個角色，就真正做到了他應該做的，而且他也可以做到的事情。第三。就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挑菜的文化，但我知道台大的这個醫院，它的這個自費比例其實最低的，代表說這個醫院其實願意用很多的公費來幫大家看診，不會像有些醫院，他可能還是有他自己營收的壓力，所以在自費的這個比例上比較高。那所以我還是會相信就是醫院的醫德，但我也相信大家對於台大的民意會有個迷思，就大家都希望可以到那邊，因為我們自己在當民意代表，就我們也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可以去台大醫院看診，不過通常大家等床等太多天，我也還是會鼓勵他們應該要轉院，會去其他的醫院去診治，因為第一時間獲得正確的醫療，還有正確的後續的照護，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還是覺得這樣還是能夠獲得最好的醫療的服務。賴將軍，其實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醫護比造成護士不夠，工作壓力太大，你光加薪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有蘭萱剛才講的，民眾的醫療心態都是信民醫，我們最近常常接到很多電話。委員啊，幫忙啊，怎麼樣？我說我真幫不上忙。我去榮總台大打電話，人家說將軍沒有辦法了。我們這個好，這些問題結構性的問題怎麼解決？其實有辦法，只是願不願意得罪人。我是認識不少醫生、護士、基層的院長，我有時候問他們聊天，他們說：“哎呀，將軍啊，他們如果肯聽我們的意見，就可以解。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其實沒有那麼困難。”你聽聽看這些護理人員說的話，聽聽這些基層醫生，我知道的有一些醫生看着看到晚上11、2點，我說你幹嘛那麼辛苦？我的病人掛了我的號，我就非把他看完，要看完，那個很辛苦，那種工作環境是不對的。來博弈，如果有機會去台大看一下，不要說急診的區域裡面塞爆人了，病人都滿到走廊都是啊。常常都發生出非常嚴重的事情。當然，第一個我覺得醫療分流的宣傳沒有做好。雖然醫學中心它設備真的比較好，但是不是那麼嚴重的病，其實地方區域的醫院也是可以做到的。你必須讓民眾能夠知道這一點，而不是他們心中只認為他的病不管大或小，只有台大能救他。如果這種想法不改變的話，我說實話，地方醫院永遠沒人，然後醫學醫院永遠都爆滿。台灣的醫院是個有意向的地方，你隨時去醫院都滿滿的人，滿滿的。就是我在國外就是